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节目里。当今小学生学习英语被奉为第一热情，随之而来的是校园内铺天盖地的大语文战略，甚至还有人将 N 多的生僻字唱成了歌。看来这语言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基，但一个人通常能掌握几门语言呢？今天咱们就聊一聊世界上语言最多的国家。这个800多万人口的国家竟然拥有800多种语言。要注意的是，这些语言大多是土著语言，并不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方言。这个国家就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后的天堂的巴布亚新几内亚。作为大洋洲的第二大国，简称巴新，西邻印尼，南与澳大利亚，隔海相望。巴新的热带原始森林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7%，分布在600多个原始岛屿上，丛林中生活着上千个原始部落，几乎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，有些语言甚至仅有一家人在使用。这里绝对是语言学家的天堂。为了应付日常生活和部落之间的邦交往来，当地人通常都会说3-5种语言，但仅限于简单表达。对于一些束手无策的描绘，实在着急了，很可能连笔或带画图等全方位立体展现。在巴新政府看来，800多种语言根本不可能统一，但也不会忽视每一个小语种。最终巴新确定出了4种官方语言。第一种是皮金语，在巴新约有1半人使用。这皮金语是一种基于英语的克里奥尔语，语序基本为主谓宾结构，没有语法上的变化，一般名词没有单复数之分，书写语言与英语相似，只是拼写不太一样。咱们国内英语过了4级的基本上都能连猜带蒙的听懂看懂皮金语，而且皮金语的雏形还完全来自于中式英语。走在街上有人讲皮金语，你就当英语听，基本上都靠谱。所以中国人在巴新沟通上应该是很 easy。 第二种官方语言是西里莫图语，由皮金语演变而来，最初是当地警察在使用，所以又称警察莫图语。英语是第3种官方语言，巴新全国仅有1%到2%的人在使用，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学校英语课程的教学。第4种官方语言最神奇，不是用嘴说，而是用手比划的巴新手语。一般情况下手语仅在聋哑人中使用，但有意思的是，在巴新操不同语言的人混居的地方，当沟通出现困难时，有人就试着用手语沟通，效果还真不赖。于是手语也就成为了人们之间沟通的主要语言。2015年5月，手语被列为巴新第4种官方语言。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语言的国家，当然也是最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。在巴新可以沿着可可达徒步路线探访2战历史，在高地庆祝原始部落的文化盛宴，去世界级的潜水圣地在海浪下冒险，去塔里盆地欣赏优雅美貌、独具异国情调的天堂鸟，这可是印在巴新国旗上的国鸟。巴新虽然经济不富裕，但矿产丰富。别看巴新人很多都生活在原始部落，但他们并没有与世界时尚潮流脱轨。最后跟着小贝一起去巴新走一趟，仔细感受一下这座全世界语言最多的国家的独特魅力吧。来次旅行展点姿势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